各位朋友啊，人呢不能用极端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，凡事呢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呢，都是有好有坏的啊。这两天呢，老有人说中国应该救伊朗，唇亡齿寒嘛，是吧？但是这个伊朗啊，我也给大伙说过，不是中国不想救他，是他自己不争气，他不让你救，你又能奈何呢？所以这个神棍政权啊，也确实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对吧？不过呢，这一次呢，这个美国如果打伊朗的话呢，其实中国啊是会很高兴的。这话可不是我说的啊，是金灿荣先生说的。那金灿荣为什么评价对中国没影响，中国可能还会很高兴呢？我们来听听金灿荣的说法。神权统治这个标签可能也不是很好，我们还是就是这个讲他的那个叫什么伊斯兰共和主义这个道路嘛，他是伊斯兰教的，但是他走共和路线的，不搞国王什么的。要说神权统治，那个海湾那几个王爷更神权统治了。那以色列是犹太教治国，犹太教把不信犹太教的人都当作人形动物了，那不是神权统治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所以呢，那个神权统治这个标签呢，我们常用啊，但其实不准确，对吧？对它有点歧视，因为比伊朗更神权统治的国家比比皆是嘛。他以这个理由就缓一缓。现在美国在海湾有6条这个军舰啊，对陆攻击很差，所以他在等林肯号那个航母过去。这包括以色列也在劝美国等一等，因为这个伊朗遭到攻击，我肯定会报复嘛，那报复肯定包括以色列。另外还是美国的将领，因为特朗普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一击必杀。他现在我们看到了，就是伊朗局势基本上归于平静了，使得美国以色列一击必中的这个机会就减少了，而且有可能一打呢，反倒那个让伊朗民众团结起来，巩固这个政权。等于你达不到目的，效果是反的，所以他就要放一放。但是不排除在未来某一个点，他就是再采取军事行动，如果打击伊朗，改变政权，把那个就中东地区的那个比如反美主义、反以色列的刺头都给你打掉，就彻底控制伊朗的石油资源。最后当然还有一个意思，现在美国已经知道在那个产业竞争方面是削弱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这一切东西啊，你的产业啊、军事啊，你都靠资源嘛，我把资源给你控制住不就完了嘛？我把你这个原料给你控制了，那就取得某种战略优势嘛。所以拿那个格陵兰、拿那个委内瑞拉、拿伊朗都有资源因素。啊，我们驻联合国大使、副大使吧，那个就批评了美国的政策吧，是吧？我们对美国威胁动武，对伊朗动武，中国是坚决批评的啊。在政治上，中国是反对美国这一套那个威胁啊，这个行动的。那么经济上呢，中国是照常的按照市场的需要跟伊朗发展经济关系。这个经济关系主要就是石油合作啊，这是双赢吧，对，是吧？伊朗石油得找出口啊，然后中国是一个主要出口市场啊，所以中伊石油贸易对伊朗的经济至关重要。那么对中国也相当重要了。但其他呢，除了政治支持，除了正常经济合作，我觉得军事上可能目前合作很有限。一个中国呢，在军事合作方面比一般国家慎重，特别慎重啊。还有一个呢，伊朗过去主要是和那个俄罗斯展开军事合作，他对中国也不太相信。所以呢，中国在军事上可以做的事情是比较少的，主要是经济上保持正常合作，对伊朗的经济就很重要。然后政治上表态支持，大概率就是做这么2件事吧。然后中国担不担心呢？我觉得目前可能也没有太担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美国以色列打了，也就是空中打击加特种行动啊。但是伊朗很大，对吧？对。
这个打击只是让伊朗某一些计划延缓一点，不改变整个格局。伊朗还是反美的一个地方，除非就是美国比如出动100万大军啊，去推翻那个政府，占领伊朗，那这个格局就变了。但目前美国肯定不会去发动地面战争吧？不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中国目前比较稳的，知道那个打伊朗后面有一点对付我们的意识，但是这一算好像问题不大，那个你就是空中打击一下嘛，表演，放几个烟花啊，但总的结构不变了，那除非你那个发动陆战，那你国家就破产了呀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，美国如果真的上100万大军侵略伊朗、占领伊朗，那中国高兴死了，这个太好了。第二个越战爆发了，战略机遇期来了，那中国就赢了嘛，全部都投入到伊朗当中了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不会这么做，他也就是空中偷偷吓唬一下，打一下又改变不了大格局，这就是战术改变，那在中国意义不大。所以中国我觉得挺淡定的，基本上就是这样，政治上支持伊朗，外交上支持伊朗，对美国有点批评，经济上该怎么做怎么做，然后其他基本上就不做什么了。当然，如果伊朗真的想那个跟中国全面合作啊，安全上跟我们合作呢，那不排除以后中国给一点帮助。不过中国要出手，我告诉你，那以色列、美国就惨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的打击能力啊，真的可以创造奇迹的。我们不是支持了巴基斯坦吗？是。那去年5月7号的时候，巴基斯坦可把印度给打惨了。对，歼10C，对不对？我们歼10C真的打下来6架飞机啊，知道吧？3架阵风，1架幻影，1架那个苏30，1架那个209，知道吧？0-6啊。对。所以我们那几天中国网民编段子嘛，对吧？海内存知己，天涯6-0。是。中国但中国目前还是稳的啊。但未来如果中国出手，我相信美国、以色列在中东的日子就很难受了。是，所以伊朗的问题中国很稳。刚才其实金教授有说到，如果未来中国出手的话，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就要有苦头吃了。那您觉得这个未来是什么时机下中国才会破例出手呢？因为刚才你也说到军事上的支持，其实中方是非常非常谨慎的。它主要取决于伊朗。伊朗这个国家啊，挺逗的啊。他呢，一方面特别恨美国，对吧？因为美国挑起了2伊战争嘛，对，是吧？79年霍梅尼革命之后，然后是美国和沙特，让伊拉克的萨达姆去打伊朗啊，那个2伊战争8年半，非常非常惨啊！伊朗大概死亡数是远远超过伊拉克的，对吧？在那里面，伊拉克真的动用了化学武器啊，在美国默许下，所以伊朗死了好几百万人啊！所以这是一个仇。这个2伊战争是美国发起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萨达姆是美国的狗啊，所以美国是支持萨达姆的，知道吧？然后允许萨达姆动用化学武器对付伊朗，所以这个仇伊朗是记住了啊。但另一个方面呢，伊朗人呢又挺崇拜美国的，知道吧？那个很多伊朗的城市居民、年轻人特别崇拜美国，他们的口号是“美国佬滚回去，但是必须带上我”，他是这么一个心理。那中国就跟他没法合作，明白了，是吧？因为你3心2意，我怎么跟你合作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当你伊朗内部真的是团结了啊，这个决心跟中国这个战略上站在一起，那中国是有可能帮他的，是吧？在你3心2意的时候，我凭什么帮你啊？对不对？过去那个叫什么？那个中国伊朗有一些合作啊，转手我们中国伊朗刚签了协议，转手伊朗告诉美国人了，对吧？那中国就很尴尬。那我下一次怎么跟你合作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中伊合作，我只能说未来不能排除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你伊朗内部得形成真正的共识，
对吧？你形成了共识，真诚的想跟我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你把我当电灯泡，对不对？那个3妻2亿对付我，天天下面跟那个美国眉来眼去的，我怎么跟你好啊？我不可能跟你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目前就未来中伊合作的前景取决于伊朗。对，未来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取决于伊朗。我记得教授之前有说过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大国竞争的时候呢，如果和平年代，小国还可以两边选择或者犹疑不定，但是真到了世界乱局的时候，其实小国的生存是最困难的了。那么，其实金教授说完了以后，大伙儿也明白一点了吧？这对于美国来讲，这是一个试金石就是有的人评估说美国如果打伊朗10天之内打不下伊朗的话，那就说明美国的战力那已经是相当的拉胯了，它的真实的实力现在已经就像美国的工业一样，已经都秀完了。如果是10天之内迅速的把伊朗搞定，那就说明美国的残余的战力还在他打伊朗肯定有几种结局嘛。第一种，美国势如破竹，摧枯拉朽，就像抓那个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一样，是吧？那就给中国提了个醒，说不能小看美国。那还有一种，10天之内根本就没把伊朗给这个干掉，反而呢自己呢是拖入了持久战，那美国骑虎难下，进退维谷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说明美国的真实的实力已经全完蛋了，没有了光剩一空壳了。那中国乐于见到这种局面吗？那对于中国的影响有没有呢？有一点，不能说没有，最起码这个石油人民币体系那推行不下去了，是吧？很难推行了，因为伊朗、委内瑞拉都倒了，下一步中东还有哪个国家敢跟中国干这个事儿啊？除了俄罗斯之外，对吧？有一定的影响，但是正如金教授所说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呢？各位，你们同意吗？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聊。